有一个地方，大地升起，与天相连。隐藏在云层之下的所在，就是他们的家。一片与众不同的荒野。跟我开启这段旅程吧，我要给你讲个故事。这不仅仅是雪豹的故事，也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那些人和动物的故事。他们是这里的精神所在。在这里，生活环境是艰苦的，死亡从未远离。千百年来，白唇鹿和岩羊一直是雪豹最喜欢的猎物。而狼、熊和藏狐是雪豹的竞争对手。掠食者们在危险的竞争中虎视眈眈。这些艰辛与美丽激起了一些人的热情，比如摄影师西志农。但是想要找到这山中的幽灵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有传言说，来自群山深处的大型雄雪豹寻觅雌性雪豹的同时，需与饥饿和困难抗争。藏民和家畜与掠食者毗邻而居，在偏远的牧区村落维持这样的关系并不容易。牦牛是藏民的生存之本。雪豹饿的时候，便在黑暗的掩护下，在岩石阴影的笼罩之中，成为无声的刺客。而有时候，狩猎者也变成了猎物。藏民用藏獒和猎枪对付雪豹的爪子和牙齿。
几十年来，雪豹只剩下少部分幸存者。直到2000年，整个区域成为三江源保护区的一部分，牧民的枪支被没收管理，雪豹、熊和狼的数量开始慢慢回升。当地的佛教徒相信，这里的灵魂在回归。科学家也感叹，大自然重获控制权的神奇魔力。对牧民来说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，掠食者越多，损失的牦牛也就越多。当地的藏族牧民竭尽全力让他们的牦牛活过冬天，他们把沉重的牧草包搬到5000米高、与世隔绝的山峰之上，这里空气稀薄得令人绝望。今年，雪豹已经杀死了1/4的小牛和许多成年牦牛。传统放牧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牦牛的死亡行将消亡。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了。牦牛是维持这个传统村落的生存之本，别无其他。照看牦牛是整个家庭的工作，无论老少。牦牛为牧民提供了肉、奶，甚至燃料。次丁是一位年轻的牧民，也是2个孩子的父亲。为了一家人能过上好生活，次丁正在努力赚钱。他有了一个主意。他曾在杂志上看到过西志农拍摄的照片，颇受启发。他攒钱买了一台2手相机。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和大自然做着抗争。他希望能同往日的天敌们来个合作。人们对雪豹知之甚少，它甚至不是真正的豹子，它最近的亲戚是老虎。藏棕熊是棕熊的稀有近亲，它们正在小心谨慎地夺回祖先的家园。人们对藏棕熊更为熟悉。幼熊要和母亲一起生活，直到3岁。这里还有2个年轻人，曲鹏和大姐，他们同样利用打零工所攒够的钱，借了几台相机。这个时候呢，生活在这里的他们，对于一同长大的野生动物，再熟悉不过了。
就像多年的好友一般。冰冻的河流暴露了这只雪豹的行踪，脚印告诉了他们它的方向。这似乎比想象的要容易。我拍到了。刺丁的朋友达杰闹出了个小意外，提振了每个人的精神。摄像机看起来没事，继续追踪。在山脊上，他们试图搭设隐蔽点，但是风太大了。他领着他们越走越高，达杰已经做好准备，一直跟着他。每一只稀有的雪豹都可能出现在这1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任何地方。然而到了4000米以上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几乎喘不上气，但对土生土长的牧民来说，却如履平川。一天早上，他们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喜马拉雅狼。狼群在白天出现，实属罕见。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直在看守着牦牛，直到他们归来。狼群移动飞快，他们知道哪里确实有最好的食物。突然，狼群出现在牦牛群中，他们分工协作，攻击最幼小的牦牛。牦牛妈妈护住了这头小牛，但是狼群又开始围攻另一只。妈妈孤军奋战，直到援军到来。整个牛群团结御敌，狼群无功而返。狼群在白天进行攻击的事情，让整个村落人心惶惶。看来，今晚又将是个不眠之夜了。狼群的攻击让刺丁也无法入睡，一切都比他预期的要困难得多。他的视频拍得越来越好，得到了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西志农的鼓励。此前很少有人尝试过拍摄雪豹。牧民痴迷摄影的故事传到了西志农那里，这位著名的摄影师赶来帮忙。现在整个家庭都洋溢着兴奋之情。住在这里吗？啊，当然什么那来弄到个了。大家都叫他西老师，他将和他们待在一起，并教授他们如何拍摄野生动物。30米。
你就不要跟着。这3个人拍摄的内容远超奚老师的预期。奚老师是一个要求严格的人，不易取悦，但他毫不吝啬他的鼓励。就这样吧，各苦就改。镜头记录了他们与荒野深厚的羁绊。明白吧？明白。那这个就收获很多。对啊，对，明白吧？奚志农带来了更好的设备，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对于奚志农来说，这里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。那对这块土地呢，也确实是有太多的感情在里面了。奚老师知道，跟踪并拍摄雪豹是多么的困难，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令人生畏。摄影团队甚至能感觉得到，雪豹可能随时随地地监视着他们。这里可是他的地盘，我们才是危险的入侵者。奚老师有一个主意，红外相机由运动来触动拍摄。今天还收一个吧？对，今天还要收一个。雪豹依然保持着距离，但藏狐倒是对拍照很感兴趣。但问题是，他们竟然用牙咬相机。没多久，相机就停止工作了。由于追踪和拍摄雪豹很不轻松，奚老师想训练这些牧民做一些稍许容易的事。藏狐先生再次欣然赶来，为他们做模特。这些狗就是藏獒，主要用来抵御雪豹。它们厚厚的皮毛让雪豹难以咬破，套上红色的颈圈，就更难咬动了。藏狐对牦牛没有威胁，它吃鼠兔。他的一举一动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对于藏狐来说，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，虽然对鼠兔来说，可就太糟糕了。奚志农、次丁、屈鹏和达杰回到山上，去追踪一只雪豹，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。藏獒们首先发现了它。它是一只年老的雄性，来到这里是为了捕猎牦牛，或许也是寻找伴侣。他们正在争夺一只岩羊，可能是前一天晚上被杀死的。藏獒们也很饿，
牧民赶紧喊住了藏獒，并把牦牛赶离了此处。他精疲力竭，浑身上下都是打斗造成的伤痕，而且非常的生气。直到藏獒走远，他才放松了下来。对于牧民来说，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接近野生雪豹的一次。牧民很清楚这只雪豹为什么要出现在这儿，它不仅仅是为了觅食，更是为了寻找它未来的伴侣。雪豹很有领地意识，雄性与雌性的活动范围虽然有重叠，但每只雪豹都有自己最喜欢去的地方。它占据了这个山洞，而它更喜欢开阔的山脊，在这里一切都尽收眼底。在冬季和早春，雄性和雌性都会留下气味标记，远程联系彼此。这只雪豹要大胆得多，也更容易跟踪。雄性尿液的刺鼻气味是极有辨识度的。皮肤的尿。它们呼唤着彼此。看来这只雌性雪豹有好几个追求者，包括那只年老的雄性，还有一两只较为隐蔽的年轻雄性。西老师和屈鹏在尝试另一种技巧，他们用一个小音箱播放雪豹的叫声，也许会引得它们现身寻觅。有牦牛的地方也会有雪豹的踪迹。它在小径上滚来滚去，留下自己的气味。它引领着它。牧民们轮流跟踪着这对雪豹。这是一场斗争，氧气含量低到令人痛苦。这只雄性雪豹很有耐心，每天都在向它靠近。孤立和敌对的捕食者不信任彼此，这是十分危险的。如果他做出错误举动，他们可能都会受到伤害。这次见面就很不友好。牧民摄影师们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努力控制住兴奋的颤抖，对准了焦点。他的恐惧本能与交配的需求相互抗衡，这是独居动物的内心冲突。
这是一场刀尖上的舞蹈。没有什么深情告别，雄性雪豹抬抬屁股就走人了。如果她怀孕了，她将在6月底临产，也就是说3个月之后。春天将要降临在青藏高原的群山之上。斑头雁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这里，这是地球上最高的迁徙。逃离印度火辣辣的夏天似乎是个好办法，但这里是5000米海拔之处，冷得不得了。它们在悬崖上筑巢，雌鸟和雄鸟一起协作，保持蛋的温暖。在悬崖脚下，牦牛在吃草，雄性雪豹中的一只正盯着它们。它也正盯着那只雌性雪豹。交配后，它会试图直守雌性的地盘，它又回到对它保持警惕的状态了。还有一个他们都在斑头雁附近的原因。这天夜里，他在他们筑巢的悬崖下捕杀了一头牦牛。冰冻的牦牛尸体将作为雪豹的食物储藏，除非被兀鹫、狼或熊发现。拍摄团队试图更好地了解雪豹。它的领地大概有100平方公里，围着几个将融雪引到河里的山谷。这条河，澜沧江，是气势磅礴的湄公河的源头。雌性雪豹行踪隐秘，年轻的雄性则变得更容易被发现。他晚上捕猎，一天傍晚，摄影团队幸运地拍到了他。马舍独自居住，守护着他们那一小块山坡。它们也是夜间活跃的动物。它们长得十分结实，雄舍还长着大多数鹿都没有的獠牙。
虽然牦牛更好得手，但这次的机会近在眼前。雪豹的猎物不仅限于家畜牦牛。马舍的警示叫声激怒了雪豹。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短暂的追逐，但是马舍轻易逃脱了，偷袭失败。他想要再试一次，藏身于黑暗中，悄无声息地下手。追踪雪豹的最大挑战是要到处去找它们。车辆进入山区的唯一道路是结冰的河流。驾驶汽车本来可以到达更广的范围，而且更加有趣。但问题是，天气正在变暖。他们的车辆常常被松动的冰面困住，而雪豹总是出现在地平线的远处。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方案：摩托车。到头来，路途还是得靠步行解决。这和他们从小长到大背着草料去喂牦牛没什么区别。西志农定期来访，这些年来，牧民们变得更加专业。次丁和达杰基本掌握了雪豹的活动，开始试着预测它的行踪。西老师不仅教会了他们用拍摄的方式欣赏自然，更帮助他们增加了对自然的科学理解。每逢观察到捕猎的痕迹，他们就在现场附近布置红外线相机。突然间，他出乎意料地步入了摄影师们的视线。透过皮毛，能够看到它的乳头，它正在哺育幼崽。他们要找到这个巢穴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，也没有什么能打消他们的热情。次丁做好整夜待在外面的打算。他就在那儿，似乎在呼唤着，让他跟上来。天亮后，西老师和队伍的其他人也到了。不止这样，大机器先放出来。次丁确信知道巢穴在哪里。牦牛从不来这里，这里更荒凉，而且非常陡峭。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。
雪豹实在是太罕见、太隐蔽了，幼崽以前从未被拍到过。他们搭设了一个隐蔽点，毫无疑问，这一次他们是幸运的。小宝宝们只有几天大，他们还什么都看不见，非常无助，只能完全依赖妈妈。在刚出生的几周内，他们的眼睛还是蓝色的，直到慢慢变成琥珀色。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吃妈妈的乳汁，可惜我们拍不到。每只宝宝只有它的爪子那么大。雪豹妈妈是它们的食物来源，它们温暖的床，它们的守护者。拍摄团队知道小宝宝们多么脆弱，他们不想让这个巢穴吸引太多的关注，而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。周围还有其他的捕食者。在河流的下游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有一只猞猁妈妈带着一只稍大的宝宝。猞猁喜欢居住在森林，很少冒险进入雪豹的岩石高地。但是，如果它发现无人照看的雪豹幼崽，就会杀死它们。只要有机会，大多数掠食者都会杀死对方的幼崽。猫科动物之间重叠的领地是一种危险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雪豹的洞穴离河那么远，以及为什么许多野生猫科动物的幼崽要和它们的母亲待在一起，直到成年。这通常会是好几年的时间。猞猁妈妈可以和她的孩子一起分享岩羊，但是其他人就别想来分一杯羹了。上游是野生群落的另一个危险——西藏棕熊。雄性棕熊脾气会很暴躁，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。年轻的雄性雪豹一直在盯着这头熊，它看起来很放松。这头熊只是路过而已。他更留意的是这只被他揍过的老雪豹。一旦被发现，它就会溜回阴影之中。
这些雄性入侵者可能还有更多，对雪豹宝宝来说才是真正的危险。小雪豹越来越活泼，它们充满了好奇心，想要探索世界，而它们的全世界就只是妈妈了。妈妈不能让它们出去，尽管外面有几个意想不到的保姆。雪豹的巢穴在悬崖上一个天然盐碱地上，岩羊经常来到这里补充矿物质。岩羊们习惯了它在附近，或许是因为崖壁太陡了，它从来没有攻击过它们。但岩羊的警觉性依然很高，如果有狼或熊靠近，它们就会大叫并仓皇逃跑。就这样，它们充当了雪豹的哨兵。在雪豹妈妈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，原本的猎物成为了它的盟友。盘旋在高空的大狂和兀鹫就成为了他的眼睛。很快，他将不得不离开孩子们去狩猎。如果他再不进食的话，就要面临奶水严重不足的境遇了。宝宝们不同的个性正在显露出来，一个更爱玩，从不安分。另一只稍大一些，看起来很有耐心，也很冷静。在它可以离开之前，天气发生了变化，温度骤降。现在可不是外出的时候。虽然时值盛夏，但这里的海拔超过5000米，高于落基山脉或阿尔卑斯山的山峰。现在最好还是待在这干燥的洞穴里。雨和雪会持续好几天。当他望着不断变化的天气时，他的脑子里在想着什么？现在，他也许只能看着天上的云朵，心里默默祈祷天气赶快好转吧。对于他和一天天长大的2只小宝宝们来说，这个窝太挤了，他需要好好舒展一下身体。他不会忘记给小雪豹保暖，他用自己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缠在宝宝们身上，像给他们盖上一个蓬松的被子。巢穴外，雨水给周围的山野带来了新的生机。在高高的崖壁上，斑头雁家庭也添了新成员。有5只雏鸟，出壳只有几个小时。爸爸妈妈都在，但他们都没办法喂养雏鸟，因为它们主要吃草。小雏鸟很快就饿了，需要被带到草地上吃第1顿饭。但这里离地面有50米的落差，况且它们还都不会飞。
一只雏鸟被粗心的父母不小心踢到了，跌跌撞撞掉出了巢穴。这样掉下去的话，小宝宝可能性命休矣。不，他还活着。2号选手又被踢了下来。父母终于发现了这个错误，火速赶去救援。他们在呼唤上面的宝宝们。第3只，第4只，还有第5只。只有4只。父母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，庆幸的是，雏鸟们并没有因为坠落而受伤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练习，它们将飞越喜马拉雅山，向南回到印度。雪豹妈妈可以用自己的奶水喂饱孩子们，但她自己不得不去找些吃的。她仔细研究她的岩羊朋友们，寻找是否有危险的迹象。她借助它们来监视下面山谷中所发生的一切。这只棕熊的宝宝现在已经18个月大了，它和妈妈玩了一整天。在夜里，有一头牦牛死掉了。兀鹫盘旋于天空，它的视角使他们能够第一个发现尸体。但是他们无休止的吵吵嚷嚷，让这顿美餐完全暴露了。兀鹫只能眼巴巴地干等着。雪豹妈妈仍在守护幼崽，她饥饿难耐，焦躁不安。
他的养保姆们正试图把对手顶下悬崖，除此之外，一切正常。他终于做出了决定，悄悄地出发了。他知道，这非常的冒险。时值盛夏，青藏高原生机勃勃。觅食的棕熊、藏狐和狼都在充分利用这一刻。一对香幼在寻找鼠兔，以便猎取它们。这里树木非常稀少，所以猫头鹰们在地下营巢。看，住在洞里的纵纹腹小枭，手机也能当远程相机来用。多棒的自拍啊！调整姿势再来一张。看样子他的兄弟是想来一张合影。饥饿的雪豹妈妈正在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。她找到了，是一具牦牛的尸体。狼已经离开，可还有不少的肉剩下。他跃起2米多高，把兀鹫赶跑。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。鸟儿们只能另觅佳肴。鸟儿似乎总是知道发生的一切。一只好奇的青藏喜鹊就发现了这无人看守的巢穴。喜鹊是食腐动物，聪明却难以捉摸。双胞胎躲进洞穴深处，它们还没长出牙齿，但是它们已经学会了照着妈妈的样子开始嘶吼。青藏喜鹊只能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觅食了。
总会找到残羹冷炙的。危险过去了，小雪豹们跌跌撞撞地爬出来。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玩耍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它们一只是雄性宝宝，另一只是雌性。哥哥的体型较大，平静地站在那闹腾的妹妹身上。妹妹则是一个摔跤好手，她总是能把她推下去。妹妹开始意识到巢穴外还有其他生命。任何贸然的行动都可能遇到危险。他们的妈妈正向河边走去，那里有一群牦牛。他路过了藏狐的家门口。藏狐宝宝们也在学习了解外面的世界。危险过去了吗？也许并没有。藏狐有4个宝宝，这个家庭的情况显然与雪豹兄妹不同，他们之间更有竞争性，而且诡计多端。同雪豹兄妹一样，正是这些粗犷的游戏磨练了他们的狩猎技巧。你可以看到藏狐宝宝的智力和性格也在成长变化。藏狐家族有一个优势，爸爸妈妈都会照顾宝宝。藏狐妈妈急匆匆地赶回来查看孩子们的情况。入侵者老雪豹又在附近四处打探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藏狐宝宝的注视。他在向山上行进。在高处的巢穴里，雪豹宝宝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。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由嗅觉主导的。哥哥准备好要出去探索一番了。一小会儿就行。这次轮到妹妹了。每次都离巢更远一点。哥哥暖心地提醒妹妹：“够了，今天先回家吧。”而这一切，一夜之间物是人非。第二天早上，巢穴空空如也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他们消失了。
大多数幼崽都无法独立生存。此丁回到了牧场。在江的下游，岩羊群正试图渡河。离开了峭壁，他们就会感到紧张。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其他动物，而是来自澜沧江源头水位的暴涨。江里的尸体成为了其他动物的美餐。江水冰极了，兀鹫小心翼翼地在上面走着。绿意盎然的夏天结束了。牦牛家族正在向更远的地方迁移，以寻找青草。饥肠辘辘的老雪豹正在他们行进的路上埋伏着。他打算偷袭，但是这样的偷袭很危险。成年牦牛很可能会群起而攻之，用它们的尖角和硬蹄给它带来致命的伤害。拍摄团队在对面的山上拍摄到这次攻击，立即赶过来找到这只受伤的老雪豹。它艰难地挪动着身体，团队很想帮助它，但此时此地，他们无能为力。他满身的伤痕是他一生不断战斗的印记。无奈之下，拍摄团队向这位高贵的朋友告别。但是第二天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大家在山谷中又发现了他。整个牧区的人都想帮助他。王老师，这边。王老师，门子是不是从那边？对，门从山。大家这样。别着急，这边大家这样，听我说。他有了一张温暖的床铺，当地的兽医为他检查。他非常虚弱，浑身都是战斗过的痕迹，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双眼中看出野性和骄傲。
奚志农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，这只雪豹似乎在代表所有动物请求帮助。奚志农给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园长打了电话。雪豹的这个经验来看啊，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低血钙的这种可能。那消炎给它什么药呢？消炎的话，咱们用那个糖衣片的新风类的就可以了。新风类的。什么先锋霉素之类的吗？可能是踩了一脚，还是怎么踢了一下吧。今天正式看到了这个他4颗牙的情况，而且以他的经验呢，他觉着差不多都有12岁，是让他恢复了体力，再回去让他再回归自然死去，还是怎么办？这个首先从咱们国家的收容救护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来，然后由县上的林业部门来这个救护工作。哎，张书记，所以呢，齐园长看了一下以后呢，他觉着放到野外没有意义，就多了一具尸体。求生的意志又回来了。雪豹虽老，雄风仍在，我都吓得退缩了。未来，他将何去何从？团队做出决定，送他回到被发现的地方。每个人都希望他们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。奚老师想象着他可能更在乎什么，是在一个舒适的笼子里安享晚年，还是在荒野之中艰难的求生，然后死去。笼子的门打开了。山因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们而美丽，这里是雪豹的家。斯丁大部分时间都骑摩托出去寻找雪豹，他最牵挂的还是雪豹母子现在的情况。生活还在继续。这只狐狸爸爸正在帮助牧民摄影师完成对孩子的摄影训练，孩子已经7岁了。他似乎已经与野生动物建立起了某种信任，这是牧民摄影师们以前都无法办到的。
9月，寒凉敲至。暮色中，一张熟悉的脸出现了，是那只雌性雪豹。牦牛们惊慌失措，在混乱和尘土飞扬中，它完成了它的狩猎。在暮色的掩护之下，他拖走了已死的牦牛。他是在为他的宝宝们狩猎吗？还是仅仅为了他自己？次丁带着他的儿子土巴去看牦牛的尸体，这是他家的牦牛，他的伙伴，也是他最喜欢的牦牛。这样或许可以为这只雪豹辩解，它并不是坏，只是饿了。通常情况下，雪豹妈妈会带领她的宝宝们去猎杀，但是这里没有他们的踪迹。次丁希望并且相信，雪豹幼崽至少有一只在某处幸存着。对讲机里传来了屈鹏的消息。说话都看不见我们。在陡峭的悬崖上，孤零零的一只幼崽在叫，是在嘶叫，它害怕极了。是那只雪豹妹妹，两只雪豹中的小斗士。没有办法下去，他在颤抖，他浑身上下肯定都吓瘫软了。这种绝望的叫声可能被他的妈妈听到，也可能被掠食者听到。更糟的是，乌云密布，眨眼间天气就变了。至于雪豹妈妈，则远在山下的河边。对于她来说，这不过又是一次暴风雪的洗礼。而对于疲惫不堪的小雪豹来说，被暴风雪困在岩石上的后果相当可怕。另一只小雪豹，它的双胞胎哥哥，此时此刻依然毫无踪迹。在这样危险重重的情况下，妈妈是不会把它留在这样的峭壁之上的。
他一定已经尝试过各种方式寻找出路。他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，生命是脆弱的。秋天结束，冬天来临。几个月后，在高山之巅，一只雪豹正在呼唤。摄制组发现了令人惊喜的线索。一只雪豹宝宝重新出现在了妈妈的身边。此丁与雪豹一家再次重逢，他曾与这个雪豹家庭一起度过了特殊的时光。突然间，一只雪豹宝宝变成了2只，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。山神守护着我们所有人。这个雪豹家庭不时出现，每次见面，宝宝都会长大一点。西老师离开了，除了拍摄技巧之外，牧民还学到了更多关于亲情和友情。对于牧民和雪豹来说，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加满怀希望。